这是一把功能齐全多样的剑，它的剑鞘是长圆筒形的，未出鞘时当作短棍来使用。一名老者曾在被8名江湖高手合力围攻的情况下，用这把剑的棍形态轻松击败他们。此剑也可出鞘使用，一旦出鞘就是天下第一宝剑，只有江湖上传闻的天魔剑可以与之媲美。那么两剑交手，谁又更胜一筹呢？电影一开始，这一伙强盗在抢劫一户人家，这伙强盗一共有3人，分别是大哥乾坤宫左景龙、二哥天魔剑严天以及3弟修罗府杨刚。严天率先出手，把男主人给杀掉。大哥在搭弓射箭，将女主人射死。听到房子下面传出了孩子哭声，严天将斧子的尖头朝下，循着声音刺了出去。家里的小儿子直接被刺死，大姐魏云也被他们给发现了。3人将大姐带走。过了一会儿，家中的长子魏虎回来，面对被杀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弟以及不见踪影了的大姐，他拿起母亲的手铃，发誓要为家人报仇。随后将屋子放火烧掉，然后就踏上了寻仇的艰苦路途。他突然听到山中鸟儿凄厉一声，急忙奔跑前往查看是什么情况。只见路上一位白须白发的老者被一群自称燕州8雄的人寻仇。老者拿出随身宝剑，因为剑鞘是圆筒形的，不出鞘的时候当作短棍来使用。仅仅用了几招，燕州8雄就不再动弹，老者潇洒离开。随后8雄倒地不起，魏虎一看老者武功非凡，就想拜他为师。他跟了老者1天1夜，不吃不喝不睡，终于是晕倒了。醒来后，老者问他为何非要学武。魏虎眼含泪珠，伤心地告诉老者，自己是为了报全家的血害深仇。时光荏苒，花开花谢，春去冬来，转眼之间几年时光已经过去，魏虎也已经是学有所成，也继承了老者的宝剑。他刚来到基尔镇，便遇到了被陶陶院逼良为娼的香香。香香的父亲已经被杀，魏虎一招就制服了一个小喽啰，并直接放话说要把香香带走。香香却是一再的想挣脱他的手。小头目对魏虎说，你走他也可以，但是你得付钱，我们转卖给你。他看了看四周，见后面有一棵树，抬起手将树上的叶子吸了下来，告诉他们这些是买香香的银子。说着，手中的树叶飞向他们，然后放下狠话，拉起香香就走了。树叶从脸上接下时已经划伤了。随后，魏虎带着香香来到客栈。魏虎对待女孩子可是真不温柔，瞧把人香香吓得以为他是坏人。魏虎询问是不是他爹卖的他，香香却是不承认的。魏虎询问香香父亲的特征，香香惊喜询问，想得到消息。原来魏虎路上看到他爹的尸体，香香便伤心的捂脸痛哭了起来。魏虎看到他这样颇为不忍，香香已经恨死陶公权这个恶人。陶陶院的恶棍老板陶公权从被打手下那里听到了这件事，便向身边这人打听魏虎的名号。这人竟然就是3大恶人的杨刚。陶公权一听是无名之辈，放心了，就派手下这群喽啰去抓住魏虎，然后就吩咐找几个漂亮妞过来，真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呐。香香这边正伤心诉说她的遭遇，魏虎就默默地听着她的诉说，便想到了姐姐被抢走时的心情，接着就向香香打听仇人的消息。但是香香这个小丫头也不知道，然后他就要邀请香香去陶陶院。香香虽然害怕，也只能无奈跟上。陶陶院的这群小喽啰等在下面，虽然他们人多，但是魏虎也不怕。魏虎让香香别怕，先退后让地方，这样魏虎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。魏虎拔出宝剑迎战，普通的小喽啰不是魏虎的对手，他3下5除2的将他们收拾掉，然后带香香直接杀到了陶陶院。这陶公权是个人物，能屈能伸呐。魏虎向陶公权打听仇人消息。此时修罗府杨刚也在陶陶院，他躲在屋里观看，陶公权却将杨刚他们给出卖了。但当魏虎进去屋子查看的时候，杨刚早就已经溜掉了。陶公权却突然从后面偷袭魏虎，这2人队长开始比拼起了内力。一开始2人僵持住了，难分高下，但是陶公权渐渐的支撑不住了。陶公权被丢到了外面，魏虎拔剑开始收拾这些小喽啰。他吩咐陶陶院所有人都出来，然后就把香香托付给了他们，让香香在这儿等他，没人敢欺负他。杨刚和他徒弟跑到了一片林子，他觉得镯子眼熟终于想起来了，正是魏虎母亲手上戴的。他让徒弟快点去盐田那里报信，自己则留下在密林中躲躲藏藏。这坏人已经被魏虎吓得冒汗了。
没办法，也只能和魏虎硬碰硬了。修罗斧身长9尺，撸起来赫赫生风，一斧子拼下去，不管多粗的竹子都被切成2半。魏虎也是拔出了宝剑，开始应敌。几回合下去，杨刚也是被砍了几剑，已经是受了伤。魏虎用竹子的弹力将杨刚弹飞，然后杨刚被切开的竹子给刺穿。香香这边终于好好安葬了他爹，魏虎却是一人一剑悄然离开了。根据从杨刚嘴里得知的情报，魏虎前往寻找天魔剑炎天。炎天表面上是一个木匠，但暗地里会接一些杀人的私活。这一天，他从杨刚那儿逃出的徒弟那里得知有人来要找他寻仇。杨刚这人却是很妙，他先杀失职，因为他觉得魏虎是他给引来的。魏虎刚要出门，察觉有人在外面，察觉门口有人在外面晃动，魏虎却是邀请他进来，直接动手。门一开，竟然是香香。这对同命相连的人已暗生情愫。香香说：“我已无处可去，便跟着你。”魏虎心中却是有着颇多的顾虑，香香却是逼魏虎给他一个准话。魏虎心中有他，但是报仇为先。炎天准备率先出手，先发制人，但是转了一圈却被魏虎绕了后。二人准备就此展开殊死一搏。这时天上下起雨来，炎天建议换个地方打，他不喜欢他的秀发被雨淋湿。他们走进一座空无一人的寺庙，炎天表示：“我们单比剑没有意思，每个人都在箭头上竖一支蜡烛，谁的火光灭了，或者是掉在地上，就任凭对方砍杀。”说完，两人分别挑下蜡烛放剑上，然后这两人就开始了交手。每一次对拼，蜡烛都被高高抛起，两人对完招后再将其接住。炎天不愧是天魔剑的拥有者，魏虎对上了他也只是堪堪险胜。蜡烛落地，炎天已经是伤痕累累，似是心有不甘，磨蹭一会儿才倒下。现在魏虎就只剩下一个仇人了，他坚持着进了客栈就倒下了。幸亏有香香这个贴心小可爱，他和香香向最后一个敌人出发。这个直男一路上只顾着自己走，瞧把人家小姑娘给累的，而且也不等人家姑娘一个劲儿走。到了晚上，二人在野外升起篝火。香香询问魏虎为什么不看他，魏虎却说大仇不报，何以成家。在路上一家饭店吃饭的时候，遇到了乾坤宫左景龙的小弟们，他们商量要去衙门劫人的计划。魏虎让香香先去客栈等着他，香香不情不愿地拿着包袱走了。魏虎心生一计，拿东西丢他们，他轻松将小弟们就给解决掉了，引来衙门的人直接将他给带走。在牢狱中，他遇到了另一波左景龙的手下小喽啰头目，看魏虎勇猛过人，是一下子杀死了4个人进来的，就邀请他一起出去跟左景龙混。为了接近左景龙，魏虎答应了他。不一会儿，左景龙他们就来劫狱了，他还亲自试了试魏虎的功夫。之后，魏虎跟随左景龙回了老巢。众人为了庆祝兄弟们都被救出，于是便开启了欢迎宴会。魏虎上台和帮派人比起武来，这些普通的小喽啰当然不是魏虎的对手，他要帮派中的李大哥指点一下。众人太热情，李大哥也只能上台。两人赤手空拳对了几招，李大哥被轻松打倒。二当家说魏虎怕是来这儿寻仇的。话刚说完，魏虎就走到左景龙面前，要跟左景龙比试一番。就在二人剑拔弩张的时候，六姨太到了，她一见魏虎竟然直接愣住，原来她就是魏龙的姐姐魏云，当年被左景龙抓到这儿当小老婆。左景龙看气氛微妙，去问魏云这个人是不是他兄弟。魏云虽然坚持说并不认识他，左景龙也猜到是怎么回事了。杀不了左景龙，魏虎懒得待这儿，二当家派人盯着回客栈的魏虎。魏虎这边还没跟香香说2句话，左景龙就带人杀了进来。他派手下将香香劫持住，想要以此来威胁魏龙就范。但是魏龙并不吃他这一套。左景龙说：“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。”但魏龙肯定是不吃这套。这时候魏云跑进来，魏虎趁乱拿剑和他们拼了起来。屋子突然变暗，一阵厮杀过后，左景龙他们都跑到了屋外，魏云和香香反而安全了。见没了后顾之忧，魏虎跑到外面和他们厮杀起来。虽然左景龙他们人多势众，但左景龙毕竟主要还是用弓的，一时拿魏虎没有办法，反而自己这边被杀了不少人。左景龙赶紧回去拿弓，他们从院子里打到了街道上。左景龙已经取了弓箭，他让手下散开，准备拉弓射魏虎。这时候姐姐魏云跑出来劝架，左景龙一箭就射在了魏云身上，香香也跑了出来，但是并没有什么用，反而是被小喽啰架走。
左景龙再次弯弓射箭。魏虎这次学聪明了，他和小喽啰们玩起了老鹰捉小鸡，专挑敌人密集的地方跑。左景龙再次一箭射空，射中了自己的手下。魏虎再度和他们厮杀起来，期间左景龙再次搭弓射箭，这次射中了自己的二当家。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左景龙拉住香香，拔出剑让魏虎放下武器，但香香却说自己不怕死。在解决完最后一个喽啰之后，魏虎掏出手铃质问左景龙，左景龙竟然认出了手铃来历。魏虎告诉他要让他血债血偿，魏云扑向左景龙，给他最后一击。随后左景龙、魏虎两人开始比剑，不过今时今日的左景龙早就已经不是魏虎的对手，他正准备逃跑，魏虎拿起地上的剑扔向了他，然后就将左景龙射了下来。这个无恶不作的恶人终于死了，但是魏云不可能再死而复生，只剩下魏虎和香香两人。他们回到了被魏虎烧毁的老家，两人在此继续生活。这部电影是邵氏出品的老电影，开场的灭门是武侠片标准开头，而片中的侠客头戴草笠，身上有铃，只要铃声一响，就有人要被杀，也有点武侠小说描述的味道了。故事情节虽然简单老套，但是影片气氛渲染的不错，打斗动作设计的也不错，算是邵氏电影中不错的一部。那么大家还有喜欢的哪些电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的武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